你就是内奸，处长，我。这。别动！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朱雷队长，朱雷队长，朱雷队长，大哥！竹内平次遇刺身亡。这日本人下面还不知道怎么报复呢。嗨，这个短命鬼好歹也算是个人物，不过这笔账怎么也算不到咱们的头上。日本人一定会认为那是军统干的，是吧，小黑？小黑，哎，你帮小雪准备一下，明天晚上还有一单活，在虹口俱乐部。好。最近咱们怎么这么多活呀？你南阳的二叔回来了，这次就算是咱们自家的事儿。南阳的二叔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怎么突然间回来了？而且一回来就找咱们做这个事情。南阳的二叔，他去南阳的时候你还没来呢。他叫王自立，是老东家的公子。老东家的公子，就是天公堂的少爷。本来天公堂应该交到他的手上，可是后来老堂主交给了爸爸，他就去了南阳了。行了，吃饭。
去吧。是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裴田队长，我已经接到命令，宪兵队全体人员正在等您上任。这个位子好坐吗？走吧，带我到竹内军殉职的现场看看。我已经整理好了所有现场资料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现场会出现更准确的资料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凶手一共开了2枪。竹内队长就倒在这里。竹内队长每次行动都亲临现场，没想到这给杀手提供了刺杀的机会。2枪中，其中1颗子弹穿过竹内队长的体内，留在了这里。还有1枪留在了竹内队长的体内。这是7.62凸底圆锥形弹壳。凶手用的是莫辛纳甘步枪，苏联枪。住客的身份查到没有？已经查过，住客用的是假身份。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竹内队长被刺杀的整个过程。他们非常了解竹内队长，他们针对竹内队长总是亲临一线指挥工作的习惯，设下了现在这个陷阱。他们首先利用我们在军统内部的线人给我们传的消息，说军统负责人会出现在莲华饭店，用来引诱竹内队长带队亲自抓捕。接着，他们抓捕了我们的线人，并在现场布置好了炸弹。为了保险，他们在外围同时安排了枪手，设想必死之举。我有一个疑惑：这样的一场军事行动，军统为什么会使用少见的苏联步枪？这不是中国军队使用的制式武器。军统应该不会出现武器短缺的问题吧？中国军队武器一向混杂，他们各种地方势力武器来源完全不同。我想，也许是因为你有没有检查过警察局过去几年的刑事案件记录？刑事案件没有，我正在调查军统的资料。请打开思路，把军统记录和警察局过去几年的刑事案件仔细过一遍，把所有的使用这种武器和刺杀手段的案子都给我调出来。就在织田把目光锁定在竹内遇刺案的同时，陈
陈纯雪已经开始执行下一个暗杀任务。白姓文，男，40岁，汉奸，商人，持德国护照。那个王自立怎么还没到啊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他约我的时候倒是提到了，说有可能晚点到。他知不知道我们订的这批药品是给苏北的？当然不知道，要知道的话，他哪敢卖给我？再说了，他只是负责把货从南阳运到南京，剩下的事儿跟他也没关系。已经准备好了，枪已经放在2楼女厕所进去以后第2个水箱后面。还有，别忘了是4号包房，人已经到了。4号包房，对，准备好了。好了。谁呀？有人？对不起。陈纯雪不能相信，这张常常在噩梦中出现的面孔，此刻居然就在他的面前。对，就是这个人。10年前父母被杀的那一刻，他见过这张脸。你从哈尔滨拿走的东西在哪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快说！我问你藏在什么地方？我听不懂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想多听你的废话。你想活命，就赶快说出来，藏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搜。小雪就藏在衣橱中，透过门缝，她看到了这群人折磨父亲的整个过程。这些人翻箱倒柜，似乎在寻找一件重要的东西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您确定？我确定。那一天，陈春雪看到了4张脸，4张仇人的脸。陈春雪知道，烈火般的仇恨将会伴随他的一生，直到这烈火将仇人的面孔烧成灰烬。任务有变，为什么？我看到了杀害我父母的凶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看到了杀害我父母的凶手。你能确定？这张脸我记得，我永远不放弃。你就知道惯我，我要是喝醉了呀，就不好玩了。这话说的啊！别动！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钱都在这里，你都拿去。田美然，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，这里到处都是警卫。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这些钱都拿去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保证不会报警。这张脸你应该很熟悉吧？10年前，徐汇路15号，陈教授一家被害。你是那个人的女儿？你想起来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个带路的。小声点！不要杀我，我只是个带路的，我没有杀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父亲他就是一个医生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我没有杀人。闭嘴！
别杀我，我都告诉你，我全告诉你。我听着呢。是梁介找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梁介，他是什么人？他是给日本人做事的。当时他给我你父亲的名字，让我找到你们的住处。那2个人是他带来的，我不认识，从来就没见过。你在哪能找到他们？梁介是东亚书店的经理，或许他应该知道那2个人的身份。那2个人，应该比他更有来头。梁介的住址呢？虹口路日本海军公寓6号。先生，我进来了。小雪，他怎么办？走。等一下，还有那个姓白的。人走了。去海军公寓。什么？去海军公寓。小雪，咱们是不是回去跟老爷商量一下？现在都几点了？里面躺着个死人呢，警察马上就要到了。你现在让我去跟我爸商量，我有那个时间吗？不是，小雪，你听我说，我的意思是，小黑，我不想跟你解释这么多。你要么开车，要么下车。告诉你，就算我爸不同意，我也要去。我要找到梁介，挖出真凶。如果他们发现田佩然已经死了，我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开车！不会就这么冲进去吧？
我们现在掌握了什么情况？死者叫田佩然，是上海卫生署的专员。另外一个死者是这儿的服务员。2枪击中心脏，很职业，干得很漂亮。这儿还有一枪。看来死者生前被人逼问过什么。为什么？这样高水平的杀手是不会乱开枪的。这一枪肯定是威胁恐吓，是想从死者口中得到什么。死者生前肯定和凶手进行过激烈的搏斗。死者头部有伤，但致死的原因是被锐器刺死的，刺得很深。服务员进门送酒，惊动了凶手。杀人灭口。可是他为什么没有用枪呢？田佩然今晚约见的是一个女人。立刻查找这个女人！换岗了。前面肯定不好进，你怎么想？从后面翻墙进去。
小雪，上车！走。志田队长，刚刚接到消息，海军公寓遭到袭击。什么？上车！事情办完了吗？我先去洗个澡。每次陈春雪执行任务，张新桥都会到他的住所等候结果。可是今天的情况让他感到意外，到底出了什么岔子呢？
陈春雪去海军公寓抓梁介，是为了通过他找到另外2个仇人。可是，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意外杀了梁介。陈春雪为自己的失误而懊悔。梁介死了，追查其他仇人的线索也就断了。陈春雪不敢相信，他苦苦等待了10年的复仇机会，就这样毁在了自己的手里。果然出事了。这是案发现场的照片。虹口俱乐部案，我们是9点17分接到报警。经法医鉴定，案发时间是9点左右，是胸部连中2枪致命。海军公寓案，死者一共14个，其中6号房间的死者也是心脏连中2枪致命而死。这2起案子间隔时间不到1个小时，而更重要的是，根据弹壳分析，这2起案子使用的竟然是同一把手枪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同一个杀手参与了这2起案子。我建议把虹口俱乐部案和海军公寓案并案处理。我认为竹内君遇刺案也可以同这2个案子并案办理，因为竹内君也是被2枪击中心脏殉职的。虽然凶手使用的武器不同，但手法很相似。虹口俱乐部的那个女人查得怎么样了？有服务员见到，据说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人，可是没有人认识她。可以从田培然的社会关系方面入手，要尽快查清楚。是。站住！把东西放下。谁让你把东西搬走的？田先生不在了，但这些工作需要人接手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在调查结束之前，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搬出去。你出去吧。你是田佩然的秘书。是的。前天晚上，田佩然到虹口俱乐部见谁？老板的事情，我不是很清楚。是吗？在田培然死前1周，他行踪比较诡秘。有一天，我在河滨餐厅用餐，见到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用餐。当时我很奇怪，因为他事先告诉我，他身体不舒服，要在家休息。我就知道这么多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他的秘书怕揭破他的隐私，赶紧溜掉了，所以还没看清楚那个女人到底长什么样。现在田佩然离奇被杀，我想他的秘书对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。他认为田佩然在私下做了什么，是这个引来了杀手。女人，又是个女人。虹口俱乐部也是一个女人。真不知道这些政府官员每天在忙于什么。
官员也是男人，他们还能喜欢什么？老爷，有麻烦了。怎么了？虹口俱乐部那边传出来的消息说，日本人他们发现，在小雪的刺杀现场曾经有一个女人出现过，后来这个女人就不见了。日本人怀疑她是刺客，现在正在全力追捕。对了，听说那里的服务员已经被日本人带去给那个女人画像了。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过小雪呢？小雪怎么就没跟我提起过这个女人呢？他们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还留下了活口？哎呀，可不能让日本人找到那个女人。这个报上有什么消息没有？啊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全都在这儿。海军公寓恐怖袭击，武官秘书遇难。怎么了？小雪杀错人了。啊，对了，海军公寓房间里的那个死者身份，你查到没有？他叫坂本信，海军上士，是上海领事馆武官的秘书。这是他的照片。据海军提供的情况，他是13天前到达上海的。这个人的背景很简单，跟中国人没有任何接触。我看未必。您的意思是，同一个杀手在一个晚上，先后杀死了田佩然和坂本信，为什么？如果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，我很难信服。这两件案子不可能是孤立的，刺杀的背后都有利益。而田佩然和坂本信之间也存在着相关的利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死者的周边和背景，才能帮助我们找到共同的利益。当天那个被杀的是个日本人，不可能是小雪提到的那个梁介。这个人才20几岁，小雪的父母被杀已经有10年了，这个梁介，至今至少也得有30、40岁。对呀，那这么说的话，那个梁介现在还活着。先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小雪。这样，老高，你马上去东亚书店去打探一下这个梁介。小雪说过，他是那儿的经理。好。喂，是东亚书店吗？是。啊，请问梁介经理在吗？梁介家里有事，他现在不在上海。不在上海？哎，请问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哎呦，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。与此同时，织田再次来到海军公寓的案发现场。他不明白的是，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海军上士，为什么会成为刺杀的目标？这个坂本信背后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？
原来坂本信住的是9号房间，而并非6号房间。这个发现让织田十分意外。他立刻想到，凶手会不会是冲着住在6号房间的访客去的？虹口俱乐部的那个女人是我们最大隐患，你们不应该留着她。我当时打昏了他，他应该没有看到我们。问题是，她没被打昏。在你离开后的第一时间，这个女人也消失了，这足可以证明她是在装昏。还有，你再想想，那个服务员是怎么死的？当时，那个服务员是小黑打昏的，还不至于死啊。我们走的时候，应该是那个女的和服务员是活着的，不会是那个女的杀了服务员吧？也就是说，她看到了你们。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找她，而且找人画像。我们一定要抢在日本人之前找到这个女人，除掉这条线索。你再给我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找到这个女人？你记不记得，我当时是用一块手帕包住了手上的伤口？这块手帕有可能就是那个女人的东西。手帕上面有一个商标，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商标。开车！对，我当时把那块手帕扔在哪儿了？我们回来的时候走的是哪条路？我们走的是苏州河边。走。哎呀，这也太黑了。也许手帕上的商标根本说明不了什么。但是那是我们唯一的线索。过来。能掉哪儿呢？哎，抱着我。什么人？你们干什么的？哟，花姑娘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皇军看看，不错嘛，细皮嫩肉的，我看看，不错哎。走吧，走吧，啊，走了啊，快走，让我看看嘛。走吧。花姑娘不错嘛。我不是有意的。没事，接着找吧。在这呢。美丽服装店。小姐，你要买点什么？我随便看一下，请随意。
小姐，哎，这个可以绣上自己的名字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们这里做的就是高级定制。我拿些样品给你看一下吧。好。这个很漂亮，这是我们老板专门给自己设计的，很多客人都说漂亮呢。那能请你们老板帮我设计一下吗？没问题呀，不过现在他不在，明天你过来吧，我告诉老板一声，然后再给你约个时间。你们几点下班呢？5点钟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啊。欢迎再来。海军公寓我已经调查过了，6号房间是派遣军司令部事务科定的一个长期包房。案发至今，这个房间一直是空着的。但是，管理人员说，案发当日确实有人住在那儿。这个人的名字叫梁介。中国人？这事儿我不知道，他很可能用的是个假名。据管理人员交代，这个叫梁介的人已经在那儿住了1年多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案发的第2天他就离开了这间公寓，而且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个细节佐证了织田的猜想，看来6号房间的住客的确有问题。根据凶手的行动来看，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6号房间的住客。但是案发当晚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，9号房间，也就是死者的房间，钉门牌号的钉子松动了，所以9号房间就变成了6号。所以我们可以断定，坂本信之死纯属意外，凶手的目标就是6号房间的梁介。马上查清楚这个梁介。我已经跟派遣军司令部联系过了，他们马上就会给我们答复。报告，进来。虹口俱乐部现场证人的画像已经完成。见过这个女人吗？好像见过。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这个，我只能说她有点像，但是我不敢肯定。你在哪儿见过她？她好像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，好像是姓夏。田先生经常上他的服装店定做西装。服装店？美丽服装店，对。他的店名好像就叫美丽服装店，在英租界。现在几点了？差10分钟5点。老板，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阿梅，你等一下。你把冯太太的旗袍带上，顺道给她送过去。好，你让她试试，我在领口处给她改了个新花样，看她喜不喜欢。这个还用担心吗？去吧。我去了，小心点儿。
又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们还是里面说话吧。你认出我来了？你说什么？不要再演戏了，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好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要不然，你刚才干嘛不阻止我锁门呢？伤好的挺快的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在包厢里捡了块手绢，上面有你服装店的名字。我不会把你说出去的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，才能相信我呢？枪可比刀子快，我劝你还是把刀放下吧。真是把不错的刀子，重心在中间，普通人完全用不着。看来你不是一般人。你不想听听我的故事吗？我不想。跟我有关系的，只有你的生命。里边没人。接着敲。里面有人吗？开门呐！里面有人吗？开门！我来对付他。里面有人吗？现在就算你杀了我，你也逃不掉。开门！快开门！来啦！来啦！你们是？哎，哎！啊，这是我的客人，我们正在商量做衣服的事情。你是夏宝珠小姐？我是。我是宪兵队的藤野，有些事情希望你们能配合一下。可以啊，但是这里太小了，我们外面谈吧。
夏小姐，你认识一个叫田佩然的人吗？卫生署的田佩然。可恶，怎么追到我这儿来了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他死了。什么？他被人谋杀了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大前天晚上才见过面的。这个我们知道，他就是那天晚上被人谋杀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太可怕了！夏小姐，我们在报纸上发表了悬赏启事，寻找证人。你为什么不配合我们工作？报纸？我从来都不看报纸的，平常就是看看良友什么的。你看，所以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知道。那就麻烦夏小姐跟我们到宪兵队配合一下调查吧。可是这里是英租界啊，再说我还有客人在这儿呢，要不然，那这样吧，我去跟客人说一下，你们等一下啊。他们要把我带走，你先走，我们的事情改天说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等了这么久。要不这样，布料我先帮您选着。真是不巧，我今天有点急事，咱们改天好吗？没关系，改天来。好，慢走。等一下。您调到这个，谢谢。留2个人搜查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。是。陈春雪有些忐忑不安。这个女人虽然充满了敌意，但是却没有向日本人告发她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救你？我不知道。他是不是害怕日本人在他店里开枪砸他店？
不过这次，他可是踏踏实实的看清楚你的脸了。小黑说的对，如果这个女人改变主意，向日本人说出实情，陈春雪就危在旦夕了。怎么回事？慢着！夏小姐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这两天身体不舒服。夏小姐，请。夏小姐，请你跟我们讲一下那天的经过好吗？那天，田先生请我吃饭。是几点钟？8点半。我们聊了一会儿，后来我有事儿就先走了。什么样的事情不能等田先生一起走？是点私事儿。啊，那你走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别的人看到你离开？我走的时候挺着急的，走廊上应该是有人，但是人家记不记得我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别的人，也就是可疑的人，进入田先生的房间？别动！什么人？没有。实在太奇怪了，你和田先生8点半共进晚餐，中途夏小姐提前有事退场了，可在9点钟，田先生被人谋杀了。我觉得这顿饭吃的实在是太快了。怎么了，夏小姐？夏小姐好像是受伤了，这伤口还是新的，不会超过3、4天吧。夏小姐，只要你把那天的经过如实的告诉我，
我不会太为难你。这个天杀的田佩然，他说要娶我，原来他一直都在骗我，他骗我的财，骗我的色，我还傻乎乎的给他当枪使。他本来说要给我名分的，可是他现在又反悔，所以我跟他吵。没想到他就动手打我，你看，你们看，这是他打的，这是他打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动手把我打成这样子，我真是瞎了眼。后来呢？后来。哪还有什么后来？我算是看透了，他耽误了我的青春，败坏了我的名声。我不会在他身上再浪费1分钟时间了，所以我跟他彻底分手了。太可恶了！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哪还有什么后来？我算是看透了，他耽误了我的青春，败坏了我的名声。我不会在他身上再浪费1分钟时间了，所以我跟他彻底分手了。太可恶了！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没想到这个天杀的真的是个短命鬼，真是老天报应啊！你怎么看？据我了解的情况，田佩然的私生活的确不检点，但不能证明夏宝珠是无辜的。夏宝珠杀了田佩然，然后再到海军公寓杀了梁介。难道他跟这2个人都有染？离开虹口俱乐部后，你去了哪里？我去了医院。干什么？我去处理伤口。这个东西不处理会留疤的。去完医院，你去哪儿了？去了医院之后回家了。几点钟回的家？大概是第2天早上8、9点的样子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医院过的夜。对。哎，黄包车，去南阳医院，快点儿！
没事儿，皮肤并没有破损，明天会自然消退。小陈，带夏小姐去冰敷一下。好，夏小姐请跟我过来。谢谢。夏小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结果我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早上。但是那个冰袋真的很管用，否则我消肿最起码2、3天呢。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好。非常好。南阳医院的医生也证明，夏宝珠到医院之后一直待在急诊室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。看来当天晚上10点钟，夏宝珠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海军公寓。我认为夏宝珠没有作案的可能。而且我搜查了夏宝珠的店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。据了解，夏宝珠平时就住在店里，我们去的比较突然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不会找到破绽。看来我们的调查偏离了方向。凶手另有其人。派遣军司令部有没有对这个人的消息？没有他的消息，不过他们建议您亲自去面谈。我亲自去？去他们那儿？报告司令部，宪兵队长织田前来报道。宪兵队的申请我看到了，但很遗憾，我不能告诉你们海军公寓6号住客的身份。你的保密级别不够，没有权利知道派遣军司令部谋略部的事情。可是长官，那里发生了谋杀，是针对帝国军人的谋杀。我们对这位梁介先生的了解，可以帮助我们锁定凶手。对不起，我必须遵守规定，不能向你透露有关他的任何情况。嗨，不过，关于梁介先生的安全，你们尽管放心，我们已经做出安排。另外，拜托织田君加快破案。我们派遣军司令部会视需要派人配合你。嗨。老爷，小雪，那个女人被日本人放出来了。宪兵队是什么地方？他们请去的人都是站着进去，躺着出来，除非在里面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。我看那个开裁缝店的女人不可能扛得住。他只有2条路，要么死在日本人手上，要么死在我们手上。这是陈春雪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。如果夏宝珠真的出卖了他，那么他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杀掉夏宝珠。
阿梅啊，阿梅，帮我把这抬一下啊。把橱窗打扫一下，我要去晦气。啊，来。行动吗？行动。等一下。这两个陌生女人的到来，打乱了陈春雪的计划。这时候，除了耐心等待，没有更好的办法。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别着急，等等看。看，他出来了。我去看看。
下我还挺有钱的。走。沙狼花，这么说遇到同行了，没想到他们就是沙狼花。道上有各种说法，都说沙狼花是女人，没想到还真给他们说对了，不仅是女人，而且是一群女人。可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回服装店去。啊？有些事情我得弄清楚。自己小心点。嗯，你们走吧。嗯。又是你！哟，都来啦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真倒霉，掉了一个。什么？啊？你觉得呢？我很好奇，我想听你自己说。有什么可说的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没有在日本人那里告发你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可是我听说，只有2种人能活着从宪兵队里走出来：汉奸、叛徒。是吗？那看来我破了个先例呀。你想干什么？咱们可是一路的。解释。那天在虹口俱乐部，是我帮你们杀了那个服务员。
你先去新眼里车317房间，这个老汉奸已经上钩了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会带他去找丽。那还要大姐回来帮忙吗？不用，317房间窗户下面就是苏州河，咱们2个人还对付不了这头猪。好。我要是喝醉了呀，就不好玩了。别动！什么人？走。夏小姐，夏小姐，救救我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你不应该认识我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也要杀田佩然。既然你们帮我做了，我就替你们做干净。你为什么要杀田佩然？他是汉奸，是日本人的奴才。这个理由够不够？尸体是今天早上在一个酒吧附近发现的，衣服和士兵证证明是驱逐舰上的水兵。纸花。又是纸花，什么意思？是这样。上海近1年来，不断有日本士兵和亲日人士被暴徒杀死。凶手总是在尸体旁边留下这种纸花。中国老百姓把这个凶手称之为什么？杀狼花。杀狼花。杀狼花。凶手作案没有任何规律，死者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。唯一的共同点就是，在死者身上都有这种纸花。竹内队长也一直非常头疼。这是一伙抵抗分子。可以这么说，但又不完全对。什么意思？我分析，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。抵抗组织杀人有明确的目的性，可是这些人好像是为了杀人而杀人，而且他们从来不使用枪，只用刀、绳子，还有其他锐利的凶器。从手段上来看，开始的时候他们很笨拙，死者身上都有搏斗的痕迹。可是最近，他们好像非常熟练，通常是立即致命。民间报复，可以这么说。
法医，看一下，是不是人工制品？是。这是一块加工过的天然水晶，非常纯净，应该是镶嵌在首饰上的装饰品。水手身上不应该有这样的东西，应该是凶手无意中留下的。这个首饰是梅花形状的。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抓过这里，应该是手上的戒指一类的东西所留下的痕迹。梅花形状的戒指。镶着水晶。你相信那个女人的话？一个刚从日本宪兵队平安出来的女人，转身又去杀日本人，为什么？你说过，她翻过那个水兵的钱包。我认为，他们是在制造图财害命的假象，来误导日本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必要留下那朵纸花。我认为那朵沙狼花才是为了误导日本人的。我没有这么想过。其实他是什么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重要的是日本人怀疑过他，就算是这次放过了他，也难免以后还会调查。可这个女人看见了你，她是经受不住日本人审问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对你越来越好奇。你用不着好奇。如果你改变主意不想杀人灭口了，就请你离开我的店。你为什么要杀汉奸？我不仅杀汉奸，我还杀日本兵。难道你就不害怕？我是死过的人了，连死我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他的眼睛里是空洞的，像无底的深渊，充满着绝望和仇恨。那一瞬间，我就好像在照镜子，那是另外一个陈春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相信他，我相信他的话。我不能对自己下手，我下不去手。你手软了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？这跟手软完全是两回事。我们凭什么要杀了他呢？凭什么要把他往坏了想呢？如果他向日本人告发了我，那日本人为什么还没来找我？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住在这儿。爸！这个人，我杀不了。那好，我让小黑去干。爸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呢？我还害怕，我害怕杀错了人，害怕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害怕这一辈子都带着内疚过。你说完了没有？这是当年我跟你说过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跟你说，一旦杀了人，你的生活就会彻底的改变了。你会做噩梦，会恐惧，
会带着内疚生活一辈子。你会做噩梦，会恐惧，你会带着内疚生活一辈子。我知道，但是只要能够替我的爸妈报仇，只要能替爸妈报仇，我就是死了也不怕。复仇其实不是最好的选择。那什么是最好的选择？遗忘。那什么是最好的选择？遗忘。遗忘？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爸妈被坏人打死，他们就死在我眼前。你让我忘掉，忘掉他们浑身是血的样子，不可能！这个乱世，弱者不得好活，强者不得好死。就算是不得好死，我也要替我的父母报仇。我让你失望了。不是失望，我看到了一种危险。服装店的女人是个危险，而你却视而不见。这不像是一个真正的杀手。你这样做，不但威胁到了自己，也会威胁到我们大家。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。白天和养父的争执，让陈春雪想起了10年前，想起了她失去父母后流落街头的那段日子。好，您的包子准备好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新鲜的大包子。抓住他！抓住那个偷包子的小丫头！站住！抓住他！跑哪儿去了？这小丫头！你爸爸妈妈呢？吃吧，吃完了回家去。我爸爸妈妈都死了。这个跟我没关系，赶快吃，吃完了离开这儿。你想让我去哪儿？我没有家了。叔叔，求求你了，你是个好人，你把我留下来吧。我给你干活，给你打扫卫生，给你洗衣服。而此时的张新桥，同样也回忆起那段往事，那段把小雪带进他生活的缘分。
爹，你是个杀手吗？你杀过人吗？杀坏人我要和你一样当个杀手，为爸爸妈妈报仇。不行，你干不了这个。现在呢？再打！你既然选择了杀手这个职业，就不要轻易的动感情。杀手是件武器，武器是没有感情的。打！打！上膛！把自己想象成为一把刀子，一颗子弹。你只是一个工具，不需要思考。你考虑的只是完成任务。杀掉目标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打！服装店的女人是个威胁，而你却视而不见，这不像是一个真正的杀手。你这样做，不但威胁到了自己，也会威胁到我们大家。我不能面对他，我只能去记他，我只能够去记他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对不起，把您吵醒了。什么事？我找到了戒指的主人。你绝对不会相信我找到了什么人。什么人？从昨天开始，我排查外滩所有的珠宝店。今天早上，我在洛林珠宝店查到了这个。夏宝珠，老板说，美丽服装店的夏宝珠，在这儿订了一枚梅花水晶戒指。真是奇妙的巧合，我们差点错过了它。陈春雪没有惊动小黑。因为他想悄无声息地干掉那个女人，给父亲一个交代，然后让这件事尽快成为过去。
藤野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陈春雪决定见机行事。他今天的任务是杀掉服装店的那个女人，至于其他的事情，以后再说吧。